各位兄弟们，今天买几十千的车也好，整百千的车都好，还在用这便宜的钉凳，几百块就 set 得了？那我跟你说不可以啦。其实钉凳啊，就好像今天我们人呢走路出去晒太阳哦，其实皮肤没有涂一层防晒膏哦，是会伤害到我们皮肤的。今天你坐在车里面，你没有钉凳的话呢，也是一样会晒到你黑黑这样子的。所以我说钉凳在买新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来的。今天带你们去了解一下 Helios Kota Damansara 钉凳 ，Let's go。 这里呢，除了有做钉凳啊、BBF 啊，它还有汽车美容哦。当然，我们今天主要来介绍一下这里的隔热膜。Helios 这个名字呢，其实它有各式各类的，根据客人不同的需求做出来的这个隔热膜，它有分为 HELIOZ 呢，其实是它的 PPF 来的。我们今天不讲这个，我们来讲一下它的最主推的 E Series。那我 Camry 在用着的啦，什么车都可以，不管你今天是驾甘蔗也好，不管你是驾 Porsche 啊，或者是 Bentley 啊，这些都可以用的。那这个有6层的这个金属材质 ，H Series 当然是它的最天花板，还有12层。什么是金属材质呢？主要是它来隔热的。我带你们去做一个测试，你们就大概了解了。我们这里有一个箱子，里面就是热能啊。如果这一个有热能的话，太阳能啊，这个风扇就会转是吗？那我来先打开一下。 这个就是热能了，喂，它就在转嘛。今天我手上拿的这个 E Series 的隔热膜，我把它隔着，停了哦。我再靠近它都不会转哦。看我在转，它就是不要转。我再把它打开，它就转。 啊，没有作弊啊，各位，真的没有在作弊的。很多人认为啊，买钉凳就是要买最黑的，它就隔热最好。其实不是，你看我手上拿着这个 E Series 78%的亮度哦，你看它都可以隔到这么好，我觉得粘这个很好了。如果粘到太黑，那个不知道在车里面做什么。 这种已经很好了，我的车就是粘这样的咯。如果你们对这边的任何的隔热膜有兴趣的话呢，你们不妨可以来到 Helios Kota Damansara 它的 HQ 这边，报上我的 promo code Adrian0909，你就可以在9月份这边得到一个25%的折扣，钉凳还有固定。这里有一系列的好康，还等什么？赶快去联络 Helios Kota Damansara HQ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爱的人，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POV 了。欢迎回到来 POV 跟丁软试驾系列了啊！我今天开场有点不一样，是因为没有人陪我跑山，我懒惰驾车。今天我就驾了一个捷酷的捷7来到云顶三角这边。那今天我这款呢是一个 all-wheel drive 的，当然不是全天候四驱啊，需要的话后轮才会接入哈。因为如果全天候四驱的话呢，真的是太耗油了啊。这辆车我上个影片有做过 walk around review 还有试驾0到100那些，那我们就在这条山路可以试驾一下它的操控表现，还有它的 all-wheel drive system 到底抓不抓地，好吧？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呢，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，记得按下订阅来到，当我更新新影片的时候呢，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上山了喂 ，Let's go！ 我们就看一下它的 4-wheel all-wheel drive， 我们就来打开的 all-wheel drive 来显示一下哈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如果你们看得到的话啦，到底是用着多少的动力哈？我们切入到 manual， 长按1秒钟，我们用 sport， 1.6公升涡轮增压4缸引擎。 197 PS， 290个 torque，
配上一个 7 speed 的 DCT 双离合的 Getrag 变速箱。忘记把 AC 关掉哈。其实可以不用关了。打开了，不要了，有一点冷。我觉得这辆车不用开超过5000多转，好像动力不怎么样啊。最多4000多转是最爽的。哇，它把动力分配到后面去嘞。我过弯不错刚刚。而且这辆车啊，如果我在日常生活驾的时候呢，它的转向幅度不会很大，就是我的 U 灯的 turning radius 啊。当我在 U turn 的时候呢，这辆车不要看起来这么大辆哦，它很蛮容易 U turn 一下的哦。这辆车的轮胎是佩戴一个 GT Comfort 225 V1， 摇地还好啦 ，OK 啦，够用啦这辆车。ESC 介入了，看一下。ESC 会介入看一下我的这个卡钳。踩着油门过弯的感觉 ，All wheel drive， 不错啊，推头都的确少了很多。我还是听到后面的 exhaust 会有那种出风声，我的这里都听到明显了。哦，呵呵。感觉到它的避震器啊会比 Tiggo 7来的硬少许，所以过弯的话呢 ，body roll 就少了一点点。感觉到这个刹车也比 Tiggo 7的调教好一点点，所以我不需要踩这么深，一点一点就有那个反应啊。看了一个 RX7 在前面哦，不是哦，日产。这辆车当我刹车的时候点头没有这么严重 ，Tiggo 7 Pro 的点头，可能真的是避震器的调教比较偏软，舒服家庭用。这辆车反而点头少一点点。
哎，Signal Bro，Signal Bro， 要去哪里？哦，原来是要转下去啊！哼。3000转，嘿嘿。哇！当我过完的时候，后轮啊会给动力啊。你看，现在是后轮给动力。当我直线的时候呢，就50-50了，然后再直一点的时候就前轮了。他不给我降档，2号档 ，Yes，Thank you。看后轮给动力，哇哦！这个过弯了，的确感觉不一样嘞。它推头之外哦，屁股会收尾一样的感觉。Very good， 有四驱就是不一样哈。嘿嘿嘿。3000转以下的不让降，要大概2800，从3号档降到2档。不错啦，整体的驾驶体验觉得 not bad， 操控不错，这种悬挂的这个硬朗程度 OK， 不会太硬，不会太软，很适合这辆车让我日常生活用，不会太软，太软的话，反正我驾到晕车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觉得方向盘可以再小一点。Not bad。
我的手很忙哦。如果他给换挡坡会更加的好啦，可惜他没有。哦，这边下雨哈。哦，对哦，这辆车哦，如果你日常生活驾的时候哦，大热天，如果你在重踩这个油门的话哦，它会稍微 cut 一点 power， 那个 aircon 的 power， 所以可能有一下觉得，哎，怎么冷气不怎么冷啊？这是正常的哦，因为现在很多新车为了给你全部动力的话，它会把 compressor cut 掉。像现在这样咯，我开着 compressor 上山的话哦，冷气没有怎么冷了的，不太冷。是有人啊。还会看一下这样啊。那这样子的 4-wheel drive system 其实我有试过，在下大雨、地上湿湿的情况下，我有试过关掉 ESC 了，我把那个油门全下踩完。看它会不会四轮打滑还是什么，完全不会，很顺的带我起步那种。喂 ，damn！ 你看这种车啊，它从 rear apartment 直接出来啊，它是直接弯到最外面，差不多接近外面这条链了的，完全没有signal，完全不用看我，即使我闪高灯，它完全没有。不知道，哦，外面真的是凉快啊，各位，真的是凉快。杰库的妈妈虽然是 Cherry 啊，可是在马来西亚的 marketing 是分开，所以各有各的 sales 没有错。可是不得不说，如果今天你想要买 Cherry Tiggo 7 Pro 的朋友们，像我这种年龄的，通常一般上都会看上杰7，因为杰库杰7的整个外表都蛮适合年轻人的，整个够飒够大气。可是如果驾驶起来的话呢，就比较偏向年轻化咯，避震器会比较稍微的硬一点点。除此之外，引擎的动力输出啊，那些都跟 Cherry Tiggo 7 Pro 很相似，所以两个打的市场都不一样啦。如果今天你预算有150,000哦，你会选择什么车呢？肯定是 Mazda CX-5 的操控金巴一代。以舒适的程度的话呢 ，Cherry 的 Tiggo 7 Pro 还有Proton 的 X70尤其是 X70哦，是更加的软，更加的舒服，那个软到我驾车都想睡觉那种哈。但是如果今天150,000的预算，无论是颜值、动力跟操控，在这辆杰库的J7，我完全没有话好讲啊。唯一想要挑剔的东西就是小小的东西吧，就是在我 Part 1的影片我有稍微的讲过啦，就这样咯。可能起步的时候就是 DCT 的结合那边可能可以再好一些，放开离合器的时候可能再好一点点。再顺一点点，再快一点点。其余的话，那些配置啊，真的是没有话好说了 ，very 的 good job 了。椅子会稍微的退后啊。这里呢有一个叫做 Hill Descent Control 陡坡缓降啊。现在我是在一个斜坡沙地的路，我松开这个刹车，我踩一点油门，还帮我自动刹车的下，时速维持在大概10 km/h。所以这一个很多现在的中国 SUV 都会有给上这个的啊，所以不用担心，它会慢慢的滑下去，会帮你踩刹车，你不需要控制刹车。现在我们试一下放到去 Sand Mode， 我来看一下它的操作哈。现在有点稍微的上斜坡哈。OK， 现在我们就要向左拐，我们上一个斜坡哈。
OK， 这个很斜哦，这个波套。OK， 我试一下，在 Sand Mode 的时候，我松开那个刹车，它是不会向前走的。那我现在试一下，我放它去 Offroad， 踩一点油门。OK， 只要我踩一点油门的话哦，它会自动向前走的哦。还慢慢的松开离合器，把车往前推。你看到现在的 Offroad Mode 是前面大概有60%，后面有40%这样动力，我再踩一点，后面就会给一点动力。哦 ，nice。所以这个 Offroad Mode 呢，就是在于我松开刹车，它会自动往前面冲一点点，就好像那个陡坡环这样，什么都不用理，大概是这样的。虽然我不是很会玩 Offroad。好来各位哈，经过8个月之后呢，我终于驾上了捷酷的街机。我当时8个月前只是看了 preview 嘛，终于现在推出了啦，可以买到。可能到这边你会问，到底我要买 Dual Wheel 好还是 Four Wheel 好？可是才相差一个10千块哦，你论到来1个月供不到多少钱嘛，倒不如直接上到148,800那个 All Wheel Drive， 而且 All Wheel Drive 不是全天候嘛，所以你需要的话呢，后面才会介入。平常顺开那些，它都是在走前轮的，它也不会耗油到哪里去。所以我的平均油耗也可以做了接近10 km/L 的，已经相当不错。对我来说，一桶油跑一个500 km，OK 了。捷酷的街机的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in audio.